Hello， 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本期的谢新月塔罗占卜。那今天呢，我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期占卜主题是要来看一下命运之轮为你转动时的标志性事件。今天呢，我们是来看一个事件型的占卜啊。当你的运气我们所谓的这个命运的轮子为你转动，你即将转运的时候 ，OK， 那么有一个标志型的事件会发生在你的身边，你会看到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变化，或者是你能够感应到一个能量的一个转化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来连接的是这个事件究竟会是什么样子的一个背景，究竟会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事件。那么今天呢，我们也会来看那么既然命运的轮子为你转动，那么来自宇宙的神谕又是如何的？也就是说，这个命运的轮子会把你推向何方？最后呢，我们也会来看一下因为我们前面都看的是一个未来的能量那么也会来着眼于当下。我们要来问宇宙，介于这个命运的转动，那么现在宇宙给你的建议又是什么？好，那如果你对今天的一个事件占卜感兴趣的话，我们就来进入到今天的选牌环节。那今天选牌呢，还是和往期一样那么我呢，也是提前的收集了一下你们的能量还有信息，然后呢，把它们分别放在了你面前的这3副不同的塔罗牌组里面那我们从左往右呢，分别是第一组、第2组、第3组，从左往右分别是第1组、第2组，然后呢是第3组。今天呢，其实选牌我这边是3个不同的塔罗牌嘛。那么每一个牌里面，我都以命运之轮的这个能量Wheel of Fortune 我们这3张牌都是 Wheel of Fortune。我们用命运之轮的这张牌呢，作为我们的牌面请大家去感应每一个所谓的这个命运的轮子，对不对？尽管都是命运之轮，但是每一副牌里的命运之轮，它的能量在当下和你的感应和你的连接，可能也是非常不同的。那么今天呢，你会选用这个命运之轮所代表的这一副塔罗牌来连接关于你命运之轮为你转动时的这一个标志型的一个事件。好，所以我们今天呢，并没有选用这个能量的宝石请大家直接用你们的感觉去连接每一副塔罗牌，让你的直觉，让你的灵性去选择出当下跟你最有连接的这副塔罗牌，或者是这一个命运的轮子命运之轮这张牌，来找到跟自己最有感应、最有连接的。好，那为了帮助你们呢，可以很好的选出自己的一个能量的牌组接下来呢，我会建议你跟我一起做一个简单的冥想。好的，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深呼吸。我们来连接一下宇宙的能量，然后呢，让我们一起来问宇宙：宇宙，请你告诉我，命运之轮为我转动时的标志性事件究竟是什么？这个事件的背景信息又是为何？那么来自宇宙给我的神谕，关于这个命运的轮子转动的方向究竟为哪一边？最后呢，请宇宙给我当下的指引和建议。感恩宇宙。好，深呼吸，睁开你的眼睛，看向你面前的这3副不同的塔罗牌，或者是这3个不同的命运之轮，用你的第一直觉去感应一下，究竟哪一个命运之轮，究竟哪一副牌组，在当下跟自己最有感应、最有连结的呢？那由于我们这边呢是一个大众占卜那有些朋友呢，如果你在看到这3个命运之轮的时候，你觉得有2个命运之轮都跟自己非常的有对应都非常有感觉的话，那么你也可以都听听看，
因为呢，有可能呢，在这个能量的分配当中，你的能量呢，确实是被分在了2副不同的牌组里啊。也就是说，在2副牌组里面呢，你都可以找到跟自己有对应的，或者是能够帮助到你的一些讯息。好的，那如果你已经选好了属于你的牌组，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命运之轮为你转动时的标志性事件。那我们待会儿见。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1副牌组的朋友。那你们呢，选的是这一个命运之轮。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命运之轮非常像那个电影那个胶片，对不对？给人一种很怀旧的感觉啊。那么在电影的胶片当中，大家都知道它记录的是过去的故事、当下的故事和未来的故事。所以我觉得第1副牌的朋友，也许你们的命运我们所谓命运之轮为你转动时的这个事件像一个故事一样是一个故事发生在你的生活。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了。首先我们来看今天的第1个能量，就是这个命运之轮为你转动时的这个标志型的事件究竟会是怎样的我们来看今天的第1张神谕卡。今天呢，第1副牌的朋友，我为你们抽到的这张牌呢是 Prison Wave。这张牌讲的是处在监狱里的一个流浪儿。OK， 这张牌呢，大家可能听起来觉得哇，怎么会是这样子的一个能量？其实你不用担心，这张牌呢，其实它的能量看起来好像有一点 OK， 有点阴阴暗暗的但事实上这个牌的能量很好解。我们看到在监狱里的这个流浪儿，他讲的是自我伤害。什么叫自我伤害？在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当中，我们讲到自我伤害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都会去拒绝，觉得自己没有伤害到自己呀。但是呢，真正的自我伤害其实要比我们想象的要频繁的多。给大家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你在生活当中，你对工作，你对学习非常非常的努力，但有的时候呢，你很努力，你却在心里可能在怀疑，比方说我真的可以，比方说升职加薪吗？我真的可以考试通过吗？老师真的会认可我的这篇论文吗？他会喜欢吗？对吧？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在面对一段感情关系里可能对于我们喜欢的人，哪怕是这个父母孩子，我们可能做了很多的事情，都是为了他们好，都是去比方说以爱之名吧，去帮助他们。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自己心里可能就会怀疑说，我的这份爱会不会给他造成压力 ？OK， 我的这份关心会不会给他带来困扰？很多时候我们的行为和我们自己内心告诉我们的这个语言是相互对冲的，也就是自我心理的矛盾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理性当中判断的事情，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自己，还有一个小小的自己呢，是隐藏在我们的心里面，谁都听不见，谁都看不到的那个自己。这个小小的自己呢，时常在跟我们这个大大的自己在对话。那有的时候呢，当我们这2个自己不能够去意见统一，或者是当2个自己不能够去和解，甚至有的时候会吵起来，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就会进入到自己的这个小小的监狱里去，感觉到很孤单，感觉到不被理解，因为自己并没有去认同这个自己。所以呢，从当前的这个主牌来看我觉得第1副牌的朋友吧，命运之轮为你转动时的标志性的事件是你去解放自己，或者是说当你的思想被困住的时候，这个困我觉得是自己把自己困住了。我们今天还有一个能量，它讲的是一个叫做贫困意识贫困意识呢，其实就是在讲，其实人的这种富裕感或者是这种贫困感，不来自于或者是不直接去对等我们的财富或者是物质拥有物，而是我们在心里的对它的一个定义是足够了的吗？还是说远远不行呢？所以很多时候这个所谓的我们的心情其实也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判定我们判断它是好的，我们就会觉得很开心；我们判断这个东西不好的，我们就会觉得难过。所以呢，当前第1副牌的朋友，当命运之轮为你转动的时候，正是你我觉得意识比较低迷的时候，你可能会被困住你可能会被思想困住，你可能觉得自己好像完全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的理解你，你觉得自己的翅膀仿佛都被折了。
在这个时候，命运的轮子将为你打开，你将在有一点迷茫和黑暗的时候看到一束光打入你的生活，你将看到希望，你将释放自己。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命运之轮为你转动的时候啊，这个标志性的事件究竟是什么？来，我们一起来抽牌。感恩宇宙，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组牌的朋友啊，命运之轮为你转动时的标志性事件究竟是什么呢？好，请宇宙给我们指引。感恩宇宙，命运之轮为你转动时的标志性的事件究竟会是什么？感恩宇宙。好，第一张牌是权杖七。这张牌呢讲的是你有可能哦，这张牌我听到是你有可能会就是被别人评论，意思就是说命运的齿轮为你转动的时候，你可能会是别人的一个焦点，这个焦点未必是一个好的能量，这个焦点告诉了我，就是你有可能会面对很多别人的评论。有的时候啊，当我们就是处在流言蜚语或者是处在别人的评论的这个焦点里面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的自己是我觉得很紧张，而且呢也会比较的受到情绪的一种波动，因为没有人是完全免疫于所谓的外界的能量的影响，对不对？这张牌在我看到的是命运的轮子为你转动的时候，其实很多朋友你们的生活其实是处在非常努力的时候，你们把自己就是整理的非常的好，你们每天都是谨慎的，我觉得是很注重细节的在生活，可能是为工作，可能是为学习，甚至你们还会把自己就是每天打扮得很棒。女生朋友们可能就是穿得很漂亮啊，那男生朋友们呢，可能就是让自己穿得很严谨。因为我觉得你们在命运之轮转动的那个时候啊，其实你们对生活是很谨慎的，因为你们的谨慎是来自于那个时候的你就是处在很多人的关注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你们呢，甚至是比较容易去给自己戴一个面具，因为我看到你们很担心的是被别人攻击，或者是你们很担心所谓的别人的那种评论啊，就是有针对你的嘛。但是呢，那个时候的你，我觉得你也在人生的一个状态里面啊，就是其实是很好的。但事实上呢，你的状态的好是别人看到的，就是你会把自己包装起来，把自己就是说，对，就是穿得很好，或者是让自己的服饰很好，让自己拿的东西很有品质，你把自己包装的非常的棒，为的是不让别人看到你的弱点或者是软肋。那个时候的你，其实在心里面是非常焦虑的，因为你很担心别人会说什么，你很担心别人可能会攻击你，你很担心有负面的评论 OK， 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的你真的是非常的小心，非常的谨慎，你会半遮面，你看拿那个扇子把脸都遮起来，你也会给人家造出一种神秘感，让他们去猜测今天你究竟是怎么回事，你究竟是怎么想的呢？你心里知道，但你不会告诉别人，你会把自己内心里的那种薄弱环节或者是内心焦虑都藏在自己的心里，而你展现给外界的 OK 让别人看到的那个你，其实是一个非常我觉得是强势，一个很勇敢，一个很完美的你 OK， 这个是权杖七。好，我们来继续来看命运之轮为你转动时的标志性的事件感恩宇宙。这张牌是金币六，刚才我讲了面具，对不对？这张牌也是一个面具。那个时候的你命运之轮为你转动时候，你们处在一个非常怎么讲呢？就是我觉得你们是在工作和生活当中的一个很极致的状态。这个极致在于哪里呢？就是你们会疯狂的付出，也许你们是疯狂的工作 OK， 或者是疯狂的爱一个人，或者是用尽自己所有的力气去做一件你想做成的事情。这个时候的你呢，我觉得在你的心里，你做的是自己几乎是可以做的一切，但是那个时候的你呢，其实对于这个结果你非常
非常的看重，或者是非常的重视，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那个时候的你，其实是一个以结果为目标的人。你并不是去享受这个过程，而是很多朋友过于多的去注重这个结果，所以有可能呢，在命运齿轮为你转动的时候，正是你升职加薪的前夕，正是你去比方讲深造或者是论文的前期，或者是说你非常的用功，你非常的努力，因为你对这个结果你非常的在乎啊。甚至有些朋友这边可能也是关于，我还听到一个能量，就是说你可能很喜欢一个人，但是呢你又怕这个人发现你对他的喜欢，所以你会把自己包装起来，装作不在乎啊。金币六，事实上你是很害怕被拒绝，或者是你非常担心 OK， 就是说自己的这份在乎啊，会给对方更多的一种就是优势，或者是你就觉得自己好像没有了这种优势啊。所以说金币六这张牌呢，给我的感觉是你会戴上一个面具，可能是一个笑脸的面具，可能是一个强势的面具，可能是一个无所谓的面具，但事实上在你的心里是非常的在乎，非常的焦虑，非常的紧张啊。所以你也是处在一个人生的一个，我觉得那种时刻啊，就是让人坐立不安啊，让人坐立不安。而这个结果的等待，就是结果出来以后，反而我们觉得无所谓，对吧？无论这个是 OK 成功了，还是说没有成功，一旦有了结论，其实就好了。但问题是，命运的齿轮为你转动的时候，正是这个焦虑期，正是这个结果没出来之前啊，升职加薪之前，对方跟你表白之前，你跟对方表白之前，或者是演讲论文之前 OK， 大事情啊，大事情，一件事情在没有到来之前。好，我们来看啊，命运的齿轮为你转动。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标志性的事件是什么呢？ Page of Cups， 然后是 Strength。 OK， 命运的齿轮为你转动的时候啊，我觉得很多朋友就像我刚才讲啊，一个是我觉得对于结果太过于在乎，再一个呢就是我看到其实在你的心里啊，很多朋友可能都非常的希望能够去，我觉得是真诚以待啊，我觉得你们很希望自己的这种真诚或者是自己的真心能够被别人发现。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很在乎别人的回应。命运的齿轮将为你转动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你不用太过于的去推进，你不用太过于的去让自己就是戴面具，反而一个放松的你，一个真正的不在乎结果的你，反而能够让整个事件转向一个更加好的一个方向，为你转动。OK， 所以呢，我们今天看到啊，这个命运齿轮为你转动时的标志性的事件呢，其实是在你非常焦虑的时候。这个时候的你呢，可能非常希望拿一个就是不一样的自己的一个感觉啊，去面对你的外界。OK， 你自己的内心其实是，我觉得是处在一个很紧绷的状态。但是呢，命运的齿轮一旦为你转动起来啊，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的心就会，这个防备就会下来。就是不再去装，不再去戴面具，不再去，我觉得是两个自己之间呢，每天都在博弈，而是说你会跟内在的这个自己做一个和解，不再去自我伤害，不再去自我否定，也不再去自我怀疑，而是用一种很轻松、很平淡的方式啊，去面对可能是你想去争取的机会，可能是面对你想去爱的人。那么我看到这个命运的齿轮为你转动，你的心一下子放下来 OK， 就好像是这个运势，这个好运一下子啊，就是冲入你的生活，像水一样的温暖你的心，滋养你的心，释放这个在监狱里被困住的自己。最后的一张牌力量啊，命运的齿轮为你转动的时候呢，你会有一个非常好的合作。这个合作呢，有可能是我刚才听到有可能有一些朋友其实就是跟自己喜欢的人就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交流，可能你藏在心里的真心话就是被他听到了，所以是相互理解，相互认同。还有一些朋友呢，我看到的这个合作其实是有关于你想争取的这个位置，你想争取的这个机会，
或者是你想争取的这个舞台啊，将会为你隆重的登场。OK， 你所焦虑的，你所怀疑的，你所害怕的事情，他们不会去我们所谓的影响到你，而是很多事情可能都是你自己我们所谓凭空想象出来的。这个凭空想象呢，其实也是因为你太过于的在乎结果，而你内在的这个自己呢，可能会不断的去就是冲击你，或者是给你一些你害怕的声音。这个声音的出现，其实是你内心恐惧的一个显化。而当命运齿轮为你转动的时候呢，你可能会跟这个内在的自己，这个焦虑的自己，这个被困住的自己，就是和解。你对自己的声音，你对自己的这种我们所谓的沟通，会变成没有关系会变成这个结果不重要，会变成顺其自然。那么你会看到你所希望看到的这个结果，它是正正好的呈现在你的面前。所以有些朋友呢，我觉得是得到一个机会，有些朋友呢，可能是得到一个人的赏识。OK， 因为我这边看到其实有很多的评论在针对你，所以你其实是在别人的视线当中是个焦点嘛。那么这个焦点不再是所谓的遮遮挡挡，这个焦点变成了释放。OK， 我就是这个样子，我就是这样做事，我就是这个性格这就是我的风格。反而得到了大佬的关注，反而得到了这种我们可能在讲可能这个资源主的一些 OK 认同吧。所以我看到是你其实是很轻松的拿到了你的合作案，你很轻松的得到了别人的认同，你很轻松的可能跟一个更大的，我觉得是往上走的那种台阶型的人物就是跟他们一起继续向上去追求你的梦想我看到是这个样子。所以命运的齿轮在这个地方可以感觉得到很多朋友其实你们是在一个能量的极端的对冲当中去，我觉得是成就自己更多的这个齿轮的转动，我当前感觉到是你自己推动的，你是自己释放了自己，你是自己救了自己，你是自己的能量发生了一个变化，所以迎接了这个所谓的水流进，这个水就是好运流进你的生活。所以也可以看到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其实在抗压的情况，或者是有压力的能量这个状态里其实你比你想象的强，你比你想象的要厉害。但是我也能感觉到，就是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对于结果很多时候其实你们是很在乎的我觉得你们是很在乎的但是往往当你看淡看破的时候，你那么努力，是不是你那么努力，你要相信自己，更多的信任将会为你吸引到更多的财富、情感还有好运哦。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二个能量第二个能量呢很有意思，就是说我想为你们看的是来自宇宙的神谕命运的轮子将会为你推动的这个方向在哪边。好，那第二张牌的朋友呢，这边我抽到的是 flow跟我们刚才就是现场抽牌看到的能量其实是蛮吻合的。我是觉得有一种水，就好像之前的就像那个大坝它堵在那个地方，它卡住了，水是不能够冲下来的。但是呢，当命运的轮子为你转动的时候 OK， 当你放下，当你释怀的时候，你会发现一切生活里的美好，一切你想要的这个结果就是顺其自然的流入你的生活，你的心情将会彻底的，我觉得是变得轻松自由，而不是把自己关起来，而不是自己吓自己，而不是自己去伤害自己的那种我们所谓的那颗心不要自我伤害。所以呢，命运的轮子为你转动，来自宇宙的神谕就是去 flow 顺其自然，去展开你的双臂，去迎接这个美好，去相信这份好运。生活有的时候不能够过于的去控制我们今天看到了两张牌都是有关于面具，不要去控制。有的时候呢，我们戴上这个面具，其实最苦的人是我们自己。别人怎么看其实是他的事情，你自己怎样去面对你这个真实的自己才是尤为重要的。宇宙给你的神谕是，生活不需要去太多的控制所谓的这个事件的发生，你要去控制的其实只是你怎样去面对你的生活，你用怎样的心情去面对你的自己。所以呢，更多的时候是一种疗愈，是一种承认并且释怀。
生活当中，如果当你遇到挑战，如果当你遇到一些焦虑的时候，宇宙在讲啊，其实就是 go easy，就是顺其自然。我们不要去推动，我们也不要去就是说太过于在乎别人，我们就是顺其自然，我们就是慢慢的来，慢慢的看，慢慢的走。我们更多的去关注这个过程，而少一点的看这个结果，我觉得是对第一副牌的朋友很好的一种自救的方法。因为所谓的你把每天的事情，你把你能做的事情都做到位了以后，你就是问心无愧，你就是控制了这个过程，从而去控制这个结果，而不去想，而不去抓着这个结果。那么这样子，你的情感，你的心情就会是比较舒畅的，就是会比较轻松的，而不是每天去想那个结果。因为大多数的时间，在我们的日子里，在我们的生活里，我们都是在过程里，结果只是一瞬间。我们不能够每天都把自己绷在那个结果上，而是要去享受这个过程，然后呢，让这个结果顺其自然的显化，为我们显化，对吧？所以呢，在这里宇宙说，宇宙所带给你的这个神谕就是命运的这个轮子为你转动以后呢，你就会觉得非常的释怀，你就会觉得非常的轻松，你就会觉得非常的快乐，你就会觉得非常的平静。一切的一切，其实你知道，迟早应该是迟早都会为你降临的。好，我们来看一下来自宇宙的神谕有没有什么样子补充的讯息呢？感恩宇宙，关于这个命运的轮子的方向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所谓的顺其自然是什么？好，第一张牌呢是宝剑五，这张牌我觉得跟权杖七是有一定联系的我觉得当命运的轮子为你转动，宇宙给你的神谕是你将放下别人的语言，别人的评论为你带来的影响。这些影响好的话，可能会让你觉得怀疑自己有没有做到，不好的话，可能你会怀疑说自己是不是真的如他们所说的那么差。而宇宙的神谕呢，就是你要看清楚你思想里的包袱。宇宙说 flow 的意思是放下你思想里的包袱，不要去过多的去想别人的行为，别人的举止，别人的眼神，别人的话语究竟是在说什么。他们说他们的，你做你的，看淡，看破，放下把这些东西都丢掉，把这些宝剑，这些思想上的包袱都丢掉，你将看到生活里真正的一个我们所谓的美好，以及这个流动的方向好，所以呢，宝剑五是放下思想的包袱。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张牌。第二张牌呢是死神，来自宇宙的神谕也就是说命运的轮子为你转动的时候呢，你将遇到一个巨大的转型。其实这张牌的死神是我觉得最没有那种杀伤力的那种感觉吧，因为这个死神给我的感觉非常像是一个玩笑，就说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觉得自己好像我不行了，或有时候觉得自己我真的压力太大了，或有时候可能会觉得说自己真的是 OK 没有办法去面对那么多的压力，或是没有办法去扛起别人给你的那种责任但事实上很多时候呢，就是当我们睡一觉，闭闭眼睛休息一下，你就会发现其实可能很多事情都没有你想的那么的夸张，没有你想的那么的紧张。有些人呢给你的评论我这边看到就说可能会给你的思想带来很多的包袱，但是呢你睡一觉，你换一个角度，你会发现他们说的话可能就是玩笑话，就是那种我们所谓的茶余饭后他根本不负责任，他并不是评论，而是在那里闲言碎语的八卦无伤大雅。虽然他说的话你认真听你就会觉得很伤人，但是如果你把它当做 OK 左耳进右耳出，你就会觉得其实什么都没有。而且呢，也没有人会真正的去听别人说的那些无聊的话、错误的话，因为每一个人的心里都有自己的一个尺子，你自己做得好，你就不要担心，对吧？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也看到很多朋友就是你们所谓的这个焦虑感我这边感觉到这个焦虑感，我们所谓的这种贫困的意识觉得自己不行觉得自己没有机会觉得自己是不是不够好其实你睡一觉，你就会发现
没什么的嘛，对不对？这个东西就像一个恶作剧一样啊，它在你的生活当中去影响你。而事实上，当你起来以后，你会发现，你看远处的风景无限好，太阳已经出来了，瀑布的水呢也正常的在流，这么平静的一个日子啊，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所以我觉得你自己啊，就会让自己所谓的走出来。当你眼睛看向你的外界，一切都是如常，一切都是照旧，你就知道其实没有什么事情是过不去的坎，没有什么事情啊是所谓的那么的针锋相对，而你要做的只是改变你的心态。第一组牌的朋友，改变你的心态，让你的情绪啊顺畅的流动，让你爱人的心想去表达你的这种情感，想去表达你自己的这个能量啊，顺其自然，你就会发现好运也会顺其自然流到你这边。一切都已经到位了，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这个结果是迟早的。OK， 迟早的啊。这边我看到啊 Death， 你的神谕第一副牌的朋友就是勇敢的去看向你的环境，你会看到一切都是好的，一切都没什么了不起的。你会让自己醒来之后就是转型，我们所谓的 transformation， 一切都会变。你要的结果不是不来，只是现在还没来，晚一点就是如你所愿，再等几天就是好消息。好，来今天的最后一张牌，最后的一张牌呢，当然就是宇宙给当下的你的一个建议啊。今天呢，第一副牌的朋友，我为你们抽到的呢是海豚。亚特兰蒂斯啊，这是一个充满智慧、充满着这种神秘的一个地方啊。曾经的亚特兰蒂斯是一个非常高度文明的一个国度，可惜呢，这个国度啊，它可能是已经覆灭，或者是我们并不能考证它是否真实存在的一个地方，可能也是人类的一个理想的天堂吧。那么这张牌呢，讲的是宇宙当下给你的建议啊。他说，疗愈的智慧正在为你去展现，请你停下来去倾听。这张牌呢，我觉得当下宇宙给你的建议吧，大概是2个方向。首先第一个方向呢，是很多朋友第一组牌的朋友啊，我觉得命运的轮子呢，其实会为你转动，而且是很快的就会为你转动，而你要做的呢，其实是能够去平静的等待以及相信吧。那么在你没有看到这个好运降临，或者是没有看到你等待的结果之前呢，你一定要去学会疗愈自己。可能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属于焦虑型，你们属于行动派，或者是你们属于那种容易紧张啊，容易想多了，容易去多想的那种操心的 OK 个性啊。所以呢，宇宙在当下呢，就说你一定要去，我觉得是平静自己的心，平静自己的这个想法啊。我觉得思想包袱啊，是第一组牌的朋友你们的这个伤害。你们是自己伤害自己啊，思想包袱自己伤害自己。当然了，有的时候可能外界的环境也会有一些刺激啊，就会让你更加的敏感啊。那宇宙说的是，你要去疗愈自己，你要去知道自己有这个倾向，你就要去安慰自己，你要去跟内在的这个自己呢做一个和解，这就是你的智慧。所以你要在这个环境当中去找到你自己能够疗愈自己的一种方法。OK， 这个是海豚音 Dolphin。 我觉得音乐啊，你喜欢的音乐，因为 Dolphin 啊，海豚，对啊，海豚音对吧？我觉得是音乐，轻音乐、古典音乐，或者是你喜欢的音乐 OK， 能够让你的这个心情我觉得是安静啊，镇定下来。一旦你安静下来，你这么聪明的一个人，你这么努力的一个人，什么事情看不通，什么事情看不破呢？好，那宇宙给你的第2个建议啊，我觉得是停下来去倾听。停下来去倾听，它讲的是什么？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是行动派，你们是实践派，你们是努力派，你们做得多，你们不是属于那种懒惰不喜欢做事的啊，你们是做的很多很多。那做的很多很多呢，有的时候其实这边我觉得有很多变动的能量，就是比方说双子座射手座双鱼座处女座就是那种变动星座的朋友们，就是容易去做很多事。因为做事情然后去找东西做是你们去疗愈自己的方式嘛，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是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无论这个目标是你的梦想，是你的爱人，是你的平台，是你的老板，是你的机会，无论是什么，
你去做事的时候 OK， 你一定要让自己先想清楚，你做的这件事情，你现在忙的这些事情，是在回避你需要做的事情，还是去真正的跟你的目标对齐，在努力的行动。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其实是会用忙作为一个借口来逃避我们真正的责任，对不对？大家想一想啊，明明你知道你要去做作业，然后呢你知道你要去写那个论文，然后你其实不想写，然后呢你就去说 OK， 其实那个书我当时没读完，我去看看那个书好了我那个妈妈让我去跟她买东西，我去买东西。我那个朋友让我去陪她，让我去给她办件什么事情，我那个还没办，我去办那个好了。看起来你在忙，看起来你在做事情，其实你在逃避你真正的责任所以呢，当前我觉得这个 stop and listen， 它讲的是请大家安静下来的去真正的整理你的生活的状态，去理清楚你真正想逃避的，你真正该做的，你真正该放下的东西，你真正的目标究竟是什么？这个焦虑究竟来自于哪里？是真的存在，还是说你自己在伤害自己？那一旦你停下来，你就能够静下来，你一旦静下来，你就能够听见，我觉得是你内在的智慧告诉你的所有的讯息。那么这些讯息一旦被你知道，你将找到你生活里的真相，你将找到你生活里的清晰度。这个时候的你就会像我今天看到很多水很多这种 flow， 也就是说你会真正的轻松简单的顺其自然的来到你心里真正的目标。也就是说你该做什么事情，你该去比方说这个责任是什么，你最应该做的事情，你当下最重要的事情，你就会去做它，你就去会完成它，你就能够最快最有效率的迎来这个成功。你会很闪亮的第一副牌你会很闪亮，我这边感觉到很多那种闪亮的能量那么在闪亮之前，可能你也很在乎就是公众形象你也很在乎别人的看法呀，没关系，你可以得到，你也可以做到，但是呢你不要让自己在登台之前不要让自己在具体的比方说接到别人的这个鼓掌，接到别人的表白，接到别人的这个 OK 对你的这个 promotion 这个升职这个好消息之前，先把自己乱了阵脚，这个就不值得这个就不值得。所以第一组牌的朋友我觉得宇宙当前给你的这个能量非常的好，你的命运之轮为你转动的时候，其实正是你最紧张的时候，那么你的抗压能力 OK， 你的这种自我去我觉得是评估自我疗愈的能力，也将在这个时候被彻底的激发出来。命运的轮子将把你推向你人生的高潮，狮子座狮子座。好，那这里呢就是第一副牌的朋友今天呢为大家所连接的这个事件占卜希望这个能量呢能够去就是说帮助到当下的朋友们。那我们今天呢就先讲到这里提前祝你们好运，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二副牌组的朋友，你们呢选的是这个命运之轮就是这个小青蛇围绕出来的命运之轮好，那第二副牌的朋友，今天呢我们要来连接的这个能量是来看命运之轮为你转动时的标志性的一个事件。所以今天呢我们是来看这样子的一次事件，你的运势，你的命运之轮为你转动的时候究竟会发生什么样子的事，这件事情的背景信息又是如何的呢？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为你们抽到的第一张神谕卡。OK， 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的是 The Dream Worker， 这张牌其实我觉得就应该是梦想家。我看到第二副牌的朋友就是说你的命运之轮为你转动的时候你会多梦，你会多梦。这个梦呢有两种，第一种呢就是我们常常会知道的，就是晚上做梦然后呢你晚上会做梦，你晚上时常会做梦，同时在你醒来的时候，在你意识清醒的时候，我觉得你的状态也是非常
超脱的，空间感很大啊。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在脑海当中可能会想的事情是很小的、很具体的、很琐碎的，但是呢，当你的命运之轮为你转动的时候，你的心会很大，你会想到一些很大的主题。比方说我们平常在生活里，我们可能会说等会儿去吃什么呀？这个周末我们跟谁出去玩呢？这都是很小的事。那你的命运之轮为你转动的时候，你可能会关注的是，比方说 OK 我们的这个地球它当下好吗？你可能会关注的是你生活里的某一个族群，比方说孩子们，你觉得孩子们的教育应该怎么样，应该是往哪个方向？也许在你的心里可能会觉得现在的男女关系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模式？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在排队离婚？而你又觉得真正健康的良好的两性关系应该是怎么样子的呢？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第二副牌的朋友，在你的命运之轮转动的时候，你将有大大的梦，你将会有很多不一样的梦，或者是你的脑海当中突然会出现一些画面，让你去想到一些你平常可能想不到的一些东西我这边其实也感觉到你可能会心里想到一些生灵，就是我们地球上的一些生命体他们可能并非是人类，他们也有可能是人类，但是我觉得你们会突然的关心一些很大的主题，超越你当下平凡生活的主题。我们从这个能量当中也可以看到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其实是非常有可能就是有一定的使命，我们在讲有天命背在你的身上，你是有责任的。我们看到的梦，从小我的梦走到一个 collective， 就是我们集体意识的梦。我们每个人有自己的小梦可能是我们的梦想可能是我们的想法。我们也会有集体意识，这个地球的梦，地球希望怎样？地球正在提频的过程当中，地球希望走到什么地方？地球希望自己能够变成什么样子？而这一切又需要我们的我们在讲地球上的生命体，尤其是人类去帮助地球，地球也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跟地球整个是联系在一起的。OK， 所以第二副牌的朋友我觉得在命运之轮为你转动的时候，其实你的这个思想、你的观念、你的梦境将为你带来奇思妙想，将为你带来非常不一样的一种刺激或者是一种画面。你看到它，心里面的那个眼睛感应到了它，请你去抓住它，就是不要让它溜走就是抓在你的心里，放在那里，用你的显意识也好，用你的潜意识也好，去留住它。我相信在这个梦境当中无论是白天的梦还是你晚上的梦，为你带来的将会是很不一样的生活的一种全新的转动。好，我们接下来看具体的信息我们来连接宇宙的能量来看一下命运之轮为你转动的时候标志性的一个事件我们刚才看到了梦我们来看标志性的事件会是什么呢？也许会是跟这个梦有关的，也许是跟这个梦有关的背景信息或者是在什么样的时期会做什么样子特别的梦我们来看一下。感恩宇宙。好，来看一下这个首先呢，我们看到是一个 Knight of Pentacles， 然后我这里有一个 Empress。 OK， 好，这边有很多的信息第二组牌的朋友就是当这个命运的轮子为你转动的时候，我觉得你处在一个非常特别的时期，这个时期属于你的人生的一个上升期在你人生的一个上升期，在这里呢，你应该已经有了一定的学识，人生的阅历，也会有一定的积淀这个积淀呢，刚才我们讲过，可能是经验的，可能是你的这个学业的、学习的，也有可能是来自于财富的积淀你在这个人生转动的时候，它是一个，应该这样讲，命运的轮子为你转动的时候，其实你是一个状态极佳的一个位置。这个位置呢，你拥有一定的基础，
你心里拥有一个种子，或者是你有一个梦，或者是你已经有了一定的条件，你不满足于你当下的生活，你不满足于你当下所拥有，这个不满足不是说你贪心，而是说你认为自己你会有一种很强烈的感应，就是你不应该只在这个位置，你不应该只有这个一时的层级，你不应该只停留在当下。你会有一种很强烈的一种冲动，去让自己提升，去让自己走得更远一点，看得更高一点。在这个地方命运之轮为你转动的时候，你的工作、你的事业其实是有一定积淀的，甚至有一部分的朋友我看到你的财富积累其实是很稳定的。是很稳定的。有一部分朋友呢，你的这个能量它在于说，你有一个非常温馨的爱你的环境，可能是你的爱人，可能是你的家，可能是你的孩子。那么极少数的一部分朋友这边我觉得是很少的一部分朋友，我觉得你的命运之轮为你转动的时候，正是你有孩子的时候，或者是你孩子降临的时候，你的命运将发生变化。这个命运的轮子将帮你推到另外一个地方。所以呢，在这个能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第二组牌的朋友，你人生的这个命运之轮为你转动的时候，应该是在你的中年期，对吧？人生有一定的积累，甚至是有家有孩子，刚刚有孩子，这个是人生的这个青年期，也是我们人生最好的一个时间之一。当然了，我觉得人生什么时候都很好但是呢，这确实是我们生命能量最旺盛的一个点，对吧？在这里，我觉得你是做了一个梦你将做一个梦，你将做一个非常美好的梦。有些朋友可能会梦到独角兽，或者是像白马一样的这个生灵白色的，我这边看到了2次白色的这个动物可能跟动物有关。你将看到一个跟你非常灵性相通的动物，可能是独角兽可能是这个白马呀，可能是这个飞马带翅膀的就是很不一样的它有可能是具体的一种我们所谓的地球上存在的生灵，也有可能是不存在的，对吧？飞马这个白颜色的独角兽都是我们现在没有看到过的那你会在梦境当中看到它们。我看到是这个小动物的眼睛会指引你，会告诉你很多的信息，你会在他们的眼神当中，在他们的指引里面我觉得是走入人生的一个转动。 OK， 好，我们来看接下来的牌，命运之轮为你转动时候的标志性的事件来 Judgment。 这个时候的你将会对你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有一个全新的认知。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很多朋友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孩子，可能是因为你的这个小我的这个梦想，就是人生有了一个梦想，或者是你想走到一个地方，你有一个新的目标，或者是你在这个目标当中你看到了你的天命。 OK，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是寻找这个天命，寻找这个人生的方向。但是我看到第二组牌的朋友，就是命运之轮为你转动的时候，你已经在你的天命里了，你已经知道你的这个方向，而且你走在这条正确的轨道里。你回头过来看的时候，我觉得你对你的生活有很不一样的认知。在命运的轮子为你转动的时候，你将对你自己的价值观、对你的人生观、对这个世界观将产生一种很大的一种突破。我觉得你会有更多的包容和接纳，就是接受，愿意去 OK， 就是我们在讲心胸很开阔接受。你会有很强的一种意识的觉醒，你将更加清楚的知道和明白你的梦你的这个小梦和这个地球的，或者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更大的一个环境，它的这个想法或者是一个走向会跟你连接在一起。说简单一点，就是你会有更强烈的一种奉献精神。当我们自己内心还没有寻找到这个自我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看向自我的这条路，怎么样去比方说物质财富积淀，怎么样去让自己的生活稳定，怎么样找到自己的爱，怎么样去找到自己的这个归属。但是一旦这些东西有了之后，你要看的是更高的层级，我怎么样去通过自己的力量去帮助别人，
怎么样通过自己的一种意识的觉醒，去让更多的人觉醒？怎么样去通过自己的一种观念的改变，以及这个人生的经历的走过来啊，去治愈和帮助更多的其他的人？现在的地球，现在的这个环境需要什么？你又能够在从中起到如何关键的作用呢？这是一些非常大的主题。OK， 非常大的主题，我这边感觉到非常强烈的木星能量的影响，会让你的这种思想，会让你的境界，会让你的这种频率 OK 进入到一个全新的能量的层级。你也会通过自己的一段人生经历啊，我觉得是跟所谓的高我呀，或者是跟宇宙，我觉得有更强的一种联系。你也将更加强烈的去遵循你自己的心意，或者是跟着自己内心的一种召唤呢，去实现你接下来的一种向往吧。好，来最后一张牌。命运之轮为你转动的时候，标志性的事件，很多朋友会有自己的副业开始了自己的副业。这张牌在告诉我就是第二副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是一群怎么讲呢？我觉得你们有两个角色，在你们的生命当中会有两个角色，会有两个不同的身份。这两个角色，这两个身份呢，有一个是我们所谓3D 世界里的角色。说也简单一点比方说你是一个公司的老板，比方说你是一个公司里的职员，比方说你是一个科学家，比方说你是一个老师，比方说你是一个医师比方说你是一个 OK 媒体人，比方说你是一个 OK 妈妈你是爸爸。但是命运的轮子生命这个命运之轮为你转动的时候，你将在你的生命当中，我觉得是接受另外一个角色，另外一个，这是一个角色，这也是一份责任。什么意思呢？比方讲有些朋友可能你生命当中比方讲你是老师嘛，你去教孩子，可能教他们英文，教他们数学，教他们地理，教他们天文。那么当命运的轮子为你转动的时候，也许你还是一个疗愈师，也许你还会是一个比方说环境保护的一个爱好者。你可能会在周末闲暇的时间带着你的孩子，或者是你自己跟好朋友一起可能会进山，可能去修炼，可能会去 OK 帮助这个环境做一些什么样子的推广，对吧？你可能会用你的这个会教人会演讲的这种技能，去帮助你的这个我们在讲哲学、生命、世界观里的一个 belief， 就是信仰去做出你的贡献。有些朋友呢，可能你在生命当中是一个艺术家，你可能会画画，你可能会雕塑，你可能会喜欢这个创造音乐。也许有一部分的你是为了 commercial， 就是我们在讲经济体你的老板，你的这个赞助商，你会为他们去创作。但是另外一面的你将开始走入一条更加灵性的道路，你将为你的信仰，为你的理念去创作。你的创作本身就是你能量，就是我们在讲这个 dream， 你是一个梦想家嘛，就是你的这个梦想从宇宙承接过来的这个梦去表达的方式。所以你会有两个角色，也许大家都知道你是某某某画廊的一个创造者，你是某某某音乐编辑很厉害的，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你可能又是 OK 另外一个组织另外一个团队里面的精神领袖。你在用你的技能，你在用你的天赋去完成和实现，并且传递你精神层面的我觉得是一个显化。所以你将在命运之轮转动的时候，承接宇宙给你的第二份力量，我觉得是另外一个身份，另外一个角色，另外一个角度去把你的能量给抒发出来。我觉得很多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很像地球的天使你们的能量非常像地球的天使，你们是有着更高频率的一种，我觉得是承接或者是导入的力量。但是你们不会说 OK 我去追求精神，然后我不管地球里的一种世俗，或者是我不喜欢地球里的一些规则。我觉得恰恰相反，你们是在地球当中过得很成功的一群人，但是你们却不停留在地球，你们会有更高能量的一种承接 OK 去
导向你们的精神，或者是导向一个更我们在讲高频五 D 世界的那个真我，你们会注重精神，你们会走上这个梦想家的路啊。梦想家这3个字说小可以是我们的小梦，就比方讲我想当那个老板，我想 OK 赚多少钱，我想升职，我想 OK 比方说有个什么样子的家庭或怎么样，这个是我们个人的小梦。梦想家有的时候讲的是为了很多人集体意识的梦，比方说我们现在的 AI， 它需要更多的一种规则，更多的规范，或者是这个 AI 产生以后可能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影响，谁能够去帮助我们的人类负起这个责任，去让 AI 很好的跟人类共存，和谐的相处，对不对？所以很多东西其实它是有不一样的，OK， 不一样的能量层级啊。我觉得第2副牌的朋友，你们就是会在自己的成就之上有更高一层的身份和责任。命运的轮子为你转动的时候，其实是你天命开启的时刻，那才是你真正的天命。我觉得是为了集体意识更大的梦，在承担着这一份责任。所以你做的事情，你肯定会先在自己的这个能量层级里，我们所谓的自己的梦啊，先做到，先做好，然后你会有更高的一个机遇，或者是台阶，或者是平台，让你去施展更多的、更自由的 OK 梦想家之旅吧。好，那这个是我们看到的一个命运之轮为你转动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嘛，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如果一定要去归纳它的话，我觉得除了梦之外呢，很多朋友我们刚才讲第2个职位，第2个角色，对不对？那么这里也会加入所谓的第2个机会，这个机会跟你3D 生活当中的机会是有点连结，但是又大不相同的。你会在这个所谓的机会当中，机遇里面去都抓好2个生命体，2个角色，2个自己，都是你。好，那我们看完以后我们来看今天的第2个宇宙给你的神谕。好，第2张牌我们这里是 connection 连结。宇宙给你的神谕关于这个命运之轮为你转动，宇宙在给你的神谕信息是说，我们都是连接在一起的，我们是被一个整体的一个能量之海我们都连接在一起，人类意识共同体。你的思想，你的作为，其实都会给这个世界带来一定的影响，请你主动的去连接通过你的爱去主动的连接。那么这张牌讲的是什么呢？我觉得第2副牌的朋友除了你的小爱，我们刚才讲一个小我，一个自己的梦，一个是集体意识的梦，除了小爱，宇宙在强调你的大爱。所以宇宙当前给你的神谕是说，你先把自己做好，做好之后你会发现你的能量的这种影响力比你想象的要大得多，你将是一个能够去施展你的大爱，去拥有大爱的一个灵魂。刚才我讲过地球的天使，你生活在地球，但你却是天使的能量，你是带着翅膀的，你是美好的存在。所以第2副牌的朋友来自宇宙给你的神谕我觉得你是一个肩上有责任的人肩上有责任的人，你本身是一个很厉害的，很能够去滋养别人，很能够去孕育孕育的可能是自己的梦，也可以去孕育别人的梦，或者是孕育所谓的这个集体意识的梦。你是一个极富有生长力的人，你的这个能量，我们在看 Empress 的时候，它讲的是什么？这个就是地球母亲的能量，地球母亲和你一起，你是地球的天使，你跟地球一起，你在这个维度里，你将创造奇迹，你将帮助很多的人。所以你一定要自信，你要相信自己，你就是那个独角兽 Knight of Pentacles 金币骑士。你是土，你看你跟土元素连接在一起，但是你却超越土，超越这个3D 好，我们来看一下来自宇宙的神谕具体的指引感恩宇宙。
圣杯五，宇宙说啊，你来到地球，你将看到地球人的悲，你也将感受到地球人的爱。地球的能量啊，它不是一个所谓的一定是怎样的一个 definite， 就是 OK， 就是这个样子。地球的能量是一个转动的两极能量，大家看八卦图了没有？哦，那两个黑的白的啊，他们在转动。所以你在地球之上会看到人间的悲苦，你会看到可能是人间的苦啊，看到人间的苦，你会看到人间的无奈。但是呢，宇宙在告诉你，人间也有美好，人间也有它的这个大爱的存在，而你本身就是这个能量的一个承载。所以圣杯五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同悲同乐。宇宙说，在命运的轮子为你转动的时候，命运之轮为你转动的时候，你将承载更高的责任，你将有第二个身份。在这里，你将去为人类世界去表达人类的苦、人类的悲、人类的爱和人类的希望。没有什么事情是绝对的。我们在悲痛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希望，这个是我们的人性。我们在可能很快乐的时候，也会感觉到 OK， 这个能量可能不会太久，有可能会往下走，这也是人类的一个意识。那么圣杯五的能量就是在讲，希望所有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要意识到你自己生活里啊，也许你曾经也经历过悲，也经历过失望，经历过失去，但是呢，当你的自我的生命啊，来到一个美好，来到一个我们所谓的愿意去相信希望，将成为你自己生命里的梦想家的时候，那么你的经验、你的能量以及你对这个地球人生的体会，将促成你做成你自己真正想要去完成的这一个梦。圣杯五。好，第二张牌，来自宇宙的神日 Temperance。 宇宙说，在你去完成你生命的这一个所谓的两个身份的时候，请你去慢慢的来 OK， 你要去平衡两个身份、两个角色。你看，两个金币，两个圣杯，对不对啊？我觉得这边有很多朋友啊，就是你的生活本身可能它是有这种多重性、二维性，或者是多个层次。那么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有这样子的两个角色，你要去让自己在这两个角色当中，我觉得是很轻松的、很快乐的、很自由的去转换，而不是一个身份把你弄得很累，然后你没有办法去做另外一个有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有这种想法，说我明明很想成为一个艺术家，但是呢，我在生命这个当下我却很穷，或者是我却在这个物质世界当中，可能我没有办法去让自己生活的很稳定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会在两个身份当中去焦虑那么这样子可能一个都做不好。所以宇宙当前呢，我觉得对第二副牌的朋友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先让自己完成第一个身份。你第一个想要去做成的事情，无论是结婚生子，还是去有稳定的工作，还是去升职加薪，你先让它完成，你先让自己在地球当中过好、过稳、过得我觉得是圆满和富足，然后你再去承接，你会有这个运势，你也会有这个契机。我觉得是承接来自宇宙给你的第二个指令就像指令一样的，给你第二个身份，你会在第二个身份当中更加的去自由的追求自己的精神，走入自己的精神世界，或者是走入更加灵性的疗愈之路。 OK， 去更加平和的看待自己的生活，去更加平和的看待这个世界里的苦乐。 OK， 你将是一个亲力亲为吧。第二副牌，我觉得你是亲力亲为的去经历，亲力亲为的去成长，也是亲力亲为的去指引他人。你是这样的能量你的能量当中有光，你的能量当中有爱。 OK， 你的能量能够为别人带来很强烈的希望，而且我也能感觉到第二组牌的朋友，你的能量非常的温暖
啊，让这个手一个一个非常的温暖。你本身的存在是非常温暖的，给人的感觉是很有安全感的。Temperance。所以呢，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两个世界它并不冲突，不是说精神世界比物质世界更好，也不是说物质世界比精神世界更加的重要，而是在讲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两者之间的相互连通、相互共存。第二组牌的朋友记住哦，你们是地球的天使，你们是天使，你们也是地球的孩子。OK， 那么地球的能量能够滋养你，地球的能量能够给予你很多很多的力量，而你的这个天使的翅膀将会为地球的生灵而颤动，而展翅高飞。所以呢，你的能量来自于地球，你要相信这个地球，你要爱这个地球，你也能够在地球之爱里面找到自己的，我觉得是精神和灵性之路。梦想家。好，那么最后的一张牌是来自宇宙当下给你的建议，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抽到的是野兔Hare， 它讲的是力量。宇宙说，请你当下花一些时间去做出清晰的一个决定，让你自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知道当前的一个状态，所以你才能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知道接下来该怎么走，该怎么去做。那么这张牌呢，我觉得有一部分就是第二个牌的朋友，我觉得宇宙当前呢可能是看到了，也许在生命当下你有一些迷茫，或者是有一些事情你可能觉得有一点想不通，或者是你觉得有些事情是不是让你觉得有一点我这边听到这边收集到的一些能量，就是可能有一些事情让你觉得一个是卡住了，还有一些朋友呢，我觉得当前是不是遇到了一些有点悲伤的事情，或者是让你觉得有一点心痛的，让你觉得有一点看不到希望的一些事情宇宙当前呢看到的是你的能量当中其实应该拥有更多的灵动。宇宙说当前的你可能是有一点像是一只小兔子走丢了，或者是一只小兔子遇到了这个夜晚。OK， 遇到了夜晚，可能你会觉得有一点没有方向。那么你要做的是什么呢？像小野兔一样野兔的能量其实是很灵动、很活泼的。他们在生命当中其实是有很多积极的，有很多愉悦的，有很多快速的一种能量的展现。那么当前呢，我觉得宇宙很希望第二副牌的朋友就是让自己首先就是先静下来如果当前你的状况你觉得有一点不开心，有点卡住了，或者是有些什么人让你觉得很无奈，那么你就先让自己静下来。你要去看清楚就是在你的这个梦想家之路，或者是你的梦是什么。只有当你看到一个遥远的或者是远一点的梦，你的终极目标，你才能够看清楚你眼前当下的这个景况或者是这个状态。当你知道了这个目标，也许你眼前的这种无论是什么情绪也好，无论是别人的什么评论也好，还是说你看到了什么样子的状态也好，它只是一个镜像。这些镜像不能阻止你向前，这些镜像不能阻止你继续去追逐你的梦。所以呢，当你能够去更加明确你的目标，梦想家你的梦是什么？你自己的梦是什么？你集体意识的这个大大的梦又是什么？当你把这两个梦的方向清楚明确的记在你的心里，你将清楚明确的去分析和判断出你当前的一个状况，你就能够去照亮你的当前的状况，你就能够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你就能够继续向前，不被当前的状态所卡住，你就能够做出非常好的一个判断这个判断也许是对自己的，这个判断也有可能是对他人的。你也将更加清楚的知道接下来该怎么走。对，所以说你看第二组牌的朋友，命运之轮为你转动的时候，其实这个标志型的事件是非常清晰、非常明显的。而当前的宇宙在给你的这个能量我觉得你可能有一部分朋友当前正在这个 transition， 就是这个连接的状态里。
也许当前你自己的自己的生活已经 OK 了，或者是已经快 OK 了，而这个金币2的第2个金币正在慢慢的为你形成，或者是你已经看到。那么你要怎么样去在这2个角色当中去平衡？怎么样去照顾好这2个生活当中的自己，或者是这2个生活当中可能影响到的人们，是你的一个课题啊。你第2个牌，我觉得你们的课题会比别人的大，你们的难度也会比别人大，但是你们的，我觉得是心胸、眼界，还有你们的这个意识，也会比别人看得更开啊，了解的更多。所以野兔的能量给我的感觉是，当前你要灵活啊，有些事情你要灵活一点，不要 fix， 就是不要固定的去看啊，一定要这样或一定要那样，你一定要灵活。你的灵活、你的灵动、你的积极，将为你打开全方位的一个连接。你将在，我觉得是第2个梦啊，就是更大的这个梦里面，去连接更多的人，去施展更多的力量。对，好，那这里呢就是第2副牌的朋友啊，今天为你们所连接关于这个命运之轮为你转动时候的标志性的事件。那么希望这个能量呢能够对当下的你有所指引，祝福所有第2副牌的朋友成为这个伟大的梦想家。那我们今天呢就先讲到这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3副牌组的朋友，你们呢选的是这个啊，命运之轮。今天呢要来为大家连接的这个能量是命运之轮为你转动时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啊。那么今天呢我们是一个事件占卜，所以呢我们会来为大家找到啊，当你的运势转变，当命运之轮为你转动的时候，你的生命当中会发生怎样的事件啊，标志着你即将转运，标志着你的生命当中将发生很好的很大的变化。 OK，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第1张神谕牌。 OK， 这里呢我为大家抽到的是1号牌 The High Lady of Love and Compassion。 这张牌呢是一个有关于爱和共情同情心的一张牌啊。我觉得第3组牌的朋友啊，我抽到这张牌的时候呢，其实我的感觉是非常美好的啊，非常美好的。也就是说命运之轮为你转动的时候，我觉得你在情感方面，在所谓的一个深度的情绪当中啊，会感受到人间的美好。 OK， 有的时候我们在生命里啊，可能会觉得好像很无助，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很没有希望，有的时候甚至我们会觉得生活很苦，对不对？但是命运之轮为你转动的时候，我感觉到你觉得生命处处是奇迹，我感觉到了你对生命的一种敬畏，以及生命当中会为你显化的奇迹和神迹啊，就是这些东西你如果没有经历的话，你可能永远都不会相信，但是只有当你亲身经历，你才会感觉到原来那些人说的是真的，原来生命是如此的美妙和无穷无尽啊。我觉得你在真正的经历这个命运之轮转动的事件的时候，你会对生命产生敬畏之心，同时你也会给自己的，我觉得是人生的一种感悟吧，发生很大的变化，而且这个变化是让你更加的美好，更加的，我觉得是有那种动情和共情的能力。所以一定是在你身上发生了一件让你特别感动的事情，从而我觉得是让你的心瞬间融化，或者是让你的心柔软开始去考虑到生命当中的一些，比方说小生命体，或者是一些大的一些事情所以我觉得你会有更多关于自己的思考，有更多关于生命本身的一种领悟很像那个精灵，很像那个精灵这边觉得第3组牌的朋友，我觉得是一个精灵的感觉。也许你会在命运之轮为你转动的时候，你觉得自己就仿佛变成了一个小精灵，幻化成了一个我们在讲灵性的一个个体去感受到生命当中或者是当下你现在看不到的一些事情。那么我们今天这里的一个1号牌呢，我也觉得这个命运之轮为你转动你将开启一个全新的旅程。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事件究竟会有哪些。来，我们来抽牌啊，第3组牌的朋友来看一下。好，请宇宙给我们指引啊，选择到第3组牌的朋友，对 ，OK， 这一张牌呢是这个啊，分2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我看到的就是命运之轮为你转动的时候，正是你成家立业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呢，你有可能是以遇见正缘打开的，也有可能是你找到了自己的归属，找到自己的家。还有一部分的朋友呢，这个命运之轮为你转动的时候，标志着你会有自己的房子，或者是你会跟你心爱的人啊组建这个家庭。OK， 所以呢，有些朋友这个事情啊，他的这个时间会有一点跨度。有些朋友呢是遇见自己真正的正缘，就是跟你会一直相守的那个另外一半，就是你的爱情，不仅仅是爱情，还跟你有家庭关系，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伴侣出现在你生命。那么还有一些朋友呢是跟这样子的一个伴侣直接是组建家庭。也许你一直都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比方说陪伴你的人啊，或者是你喜欢的人。那么命运之轮为你转动的时候，是你跟这个人真正的组建家庭。也许是你们2个人 OK 定下来，也许是你们2个人终于重聚啊。如果这边有异地恋的话，是重聚，一起搬进新家。OK， 还有些朋友呢，可能是这边甚至是有孩子。有孩子的时候，所以你会感觉到有的时候生命当中可能它的这种转动跟你自己的一个能量它也是有相关联的。所以命运之轮为你转动的时候，是跟家庭有关的事情发生重大的变革，把你推进家庭生活，把你推进稳定的 OK 家庭责任，也可以这样讲。那么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会在这个地方继承家产，继承家业。那么这个时候你的命运就会发生巨大的转动啊！这第一张牌金币10，好，来。第2张牌呢是金币4啊，我们这边有很多的土元素啊。第3组牌的朋友 so far 金币4这张牌呢，我觉得在命运的轮子为你转动的时候呢，你会感觉到自己就是说非常的有安全感，非常的有安心的感觉。有的时候我们在生活里可能会觉得很没有安全感啊，可能是因为比方说因为这个没有遇到自己的这个另外一半呢，觉得这个家究竟在哪里啊，会有这种没有归属的不安全感。有的时候呢，可能是因为工作不够顺利，然后呢，这个我们所谓的物质生活，这个金钱，这个收入不够稳定，我们可能会有不安全的感觉。命运之轮为你转动的时候，其实你会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安全感，就是你会觉得你的生活一切都是如此的稳定比方说你找到了这个人生伴侣，比方说你跟他成家立业，比方说你的工作非常的顺利，比方说你知道你的收入已经很稳定了，不需要再像过去或者是之前就是有动荡不安。你已经进入了一个稳定的公司，你已经进入了一个大型的公司，你知道这种公司是不会轻易裁员的，或者是你已经找到了自己的一个比方说技能，这个技能能够保证你一直都可以去通过这个技能吧，就是让你很安心，因为你知道这个东西是有价值的，对吧？你知道你自己的价值为何，你知道你的价值是可以给你带来我觉得是安稳的生活。那么这里呢，我也听到有一部分的朋友就是说命运之轮为你转动的时候，我觉得你会非常喜欢这个地球，你会喜欢这个地球，你会喜欢这个环境，你会觉得这个地球是如此的美好。所以呢，在你的心里这种安全感是强烈的围绕着你的。OK， 好。来，第3张牌呢是圣杯3。当命运的轮子为你转动的时候你的身边有很多很多的
不能叫灵魂伴侣啊，我觉得是灵魂家族的成员。这边呢包括这边我觉得是包括你的恋人的，因为你这边第三组牌的朋友啊，就是命运轮子为你转动的时候，其实也是你跟你的灵魂伴侣重聚的时候。这个灵魂伴侣呢，它不止一个。那当然了，你的感情生活或者是你的家庭伴侣的那一位啊，是你的灵魂伴侣。所以你在家庭生活里，其实就已经感觉到那种非常舒服的、舒适的感觉。在你的人际圈里你会发现你的人际圈里的朋友都是没有那么的多，但是呢，却非常合得来。有的时候我们在人际圈里可能会有那种不是那么舒适的朋友，或者是所谓的这个朋友，可能有的时候会让你觉得有这种不舒服的感觉。有的时候可能是别人的嫉妒，有的时候可能是你的莫名的羡慕，或者是这个人能够激发出你的一种缺失，或者是对方总是在找你麻烦。就是当你的命运轮子为你转动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周围有那1-2个好朋友，你是随时都可以找到他们的，你是在什么事情可以跟他们分享的，是愿意倾听你的，你愿意去倾听他们的，这样子的一群人一小群人围绕在你的身边跟周围。当命运的轮子为你转动的时候，你会发现生命当中哪里都是庆祝，哪里都是开心和笑容。所以我觉得第三组牌的朋友其实在你的能量当中，你让自己的能量调整，或者是让自己更加好的去敬畏和感恩你自己当下的已经拥有你会更加快速的去拨动这个命运的轮子为你旋转。因为第三组牌的朋友，我看到在你的生命当中，这个所谓的运势当中其实这个好运是在这个地方的，而你要做的就是去开启它，去迎接它。而且这个地方的运势，我觉得是我们地球当中，就是地球人可能都非常向往的，对吧？安稳的生活，爱你的人，你爱的他，孩子，稳定的工作，我觉得是地球人所享受的这一份愉悦。 OK， 好，最后一张牌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一张牌呢是 Emperor， 果然命运的轮子为你转动，你将我觉得是控制自己的生活有些朋友，如果你觉得当下你的生活是不可控的，或者是你觉得你现在要去拼你要去打拼你的生活，你要去寻找你的爱人，你要去找到你的灵魂家族的成员那么你就是在正确的路上。因为我看到其实第三组牌的朋友，你的命运的轮子为你转动的时候，就是你去拥抱一切的时候，你所有的心愿你可能觉得这些心愿都不算是心愿，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这个心愿却是你觉得快乐美好的心愿。这些心愿我觉得宇宙都将为你一一实现。 OK， 幸福的家，好的工作，稳定的收入，1-2个好友生命在你的手中是可控的。最后的一张牌的 Emperor， 我觉得这张牌代表着对生命的热爱。OK， 对生命的热爱，对生命的敬畏，以及你知道你要怎样去保护和守护你的家人，保护和守护你爱的他们。这个就是命运的轮子为你转动的时候，我觉得你会迎接的这个事件。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第2张神谕卡今天的第2张神谕卡呢，是在讲宇宙当下给你的神谕宇宙当下给你的神谕。这张牌呢讲的是 awakening， 觉醒。因为我们今天看到其实第三组牌的朋友我觉得在命运的轮子为你转动的时候呢，你是有可能遇到几个很特别的人进入你生命的。一个呢是我们刚才讲你的家人，这个家人可能是你的我们在讲这个家庭里的那个另外一半，有可能是你的孩子，也有可能 OK 这个地方是你的好朋友。这个好朋友应该就是那种非常铁的非常亲密的那种闺蜜或者是哥们儿就是真的是可以玩到一起去的人。那么在你遇到这样子的一个事件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你自己的内心 awakening 是宁静的。宁静的地方，安静的地方将会带给你智慧和觉醒。宇宙当前给你的神谕是在讲你的意识正在一点一点的醒来，你正在更加的去对齐
你的灵性以及这个自然要传递给你的讯息，相信你的直觉能力。我觉得第三组牌的朋友是这样子啊，如果你当前对于这些 OK 生活里的家人啊、爱人啊、工作啊，你还有所怀疑，你还有所觉得是还没有到达的话，我觉得宇宙当前给你的神谕是说，你一定要醒来看清楚，相信你自己的美，相信你生命当中的一个都不会少。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在生命的某一个阶段去怀疑可能我们不会再拥有，怀疑可能我们会跟别人不一样，怀疑我们可能会缺失，或者说这个稳定和当下的状态会不会一直持续？答案是否定的。我觉得第三组牌的朋友，其实你来到这个地球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就是去感受这个地球，就是去感受我们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幸福的小家，或者是作为一个幸福的人，你别人拥有的东西你都会有包括恋人，包括好朋友，包括孩子，包括父母，包括好的工作，一切都会给你，一切都会如你所愿的去打开。而当下呢，宇宙给你的神谕就是让你醒来，不要去我们所谓的怀疑，不要去被一些不好的能量干扰，而是要相信生活本身，这个地球是足够富足去满足你所有的心愿的。其实我们的地球真的非常的富足，非常的富足。我们的地球里的资源其实是够我们每一个人用的，但是前提条件是不能够有很过激的一些行为，比方说有些事情 OK 它其实是会破坏生态环境，过于的索取，或者是发展一些所谓的有点非自然的，或者是不是很自然的一些工业它就会打破这个规律。如果我们不去看所谓的那些一定要去做的事情的话，那么这个地球所能够给予人类的，无论是食物还是水还是住宅的面积，真的是够很够的。那么人们呢，他可能在某一个阶段呢，他可能会有其他的一些想法，可能会打破我们在3D 世界里的一个很基本的诉求。那么这个时候呢，也许地球就会超负荷的去运转，我们可能就会觉得不够。OK， 那么当前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也许有的时候会被一些负面的新闻，也许有的时候你会被一些所谓的焦虑或者是挑战，就是影响了你内心的一种稳定性。宇宙当前的希望你能够明白，当你稳定下来，当你对生命本身充满敬畏，充满慈悲，以及你相信每一个哪怕再小的生命体都跟你一样是足够在地球上生活的，地球是会充足的给予足够的能量资源的时候，你的命运的轮子就会转动。OK， 你的命运的轮子就会转动，你的这一生这一世，也许宇宙想要给你的能量就是去感受这个地球的世界，这个地球母亲的富足、美好和充裕。我们这边也有很多的土元素。好，我们来看一下对应的一个塔罗牌来自宇宙给你的神谕，我们来听一下宇宙有什么话想对你说好，第一张牌呢是圣杯4，这张牌呢，我觉得对应在这个觉醒里其实是在讲，当前呢，宇宙希望对第三副牌的朋友对你们说的是，生命当中有很多美好的东西，它就在你的周围跟左右，他们可能有一点隐晦，他们可能有一点平凡，他们有的时候可能会被你忽略，但是正是这些很平凡的、很简单的东西，其实才是最珍贵的。那么当前呢，如果第三组牌的朋友，你觉得生命当中好像没有办法去激起你对他的热爱，又或者是生命当中你觉得你想追寻的东西跟比方说怎么讲呢，如果你想要的东西，你想追寻的东西，你觉得当下是很难的，或是你觉得怎么就拿不到呢？那么这个时候你要去换一个角度去练习你的感恩之心，你要去换一个角度去感念你当前已经拥有，你会看到美好的机会。OK， 你会看到美好的机会。其实这边呢，我会觉得第三组牌的朋友，命运之轮为你转动的时候呢，其实是有关于你要遇见几个人嘛，对不对？我刚才讲你要遇见几个很重要的人。当前宇宙的神谕在告诉你，其实这几个很重要的人，他离你很近。
这几个很重要的人呢，他就在你的身边，甚至有这样子的几个人呢，可能他们已经就是用他们的方式在告诉你啊，他们就是你的灵魂家族里的一个啊，无论这个人是谁啊，但是呢，我听到是有一部分的朋友可能对于这个人就是不是那么的肯定啊，也许你会觉得你的那个灵魂家族的那个人会更怎么样，或者是应该是那个样子，会跟这个人不怎么一样。但事实上呢，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会比较容易忽略掉眼前啊，会容易忽略掉眼前。如果是当下还是单身的朋友的话，如果你很希望遇到你的另外一半，你的正缘的话，不如看看身边和眼前啊，也许他离你并没有那么的远。那如果当前第三组牌的朋友，你很希望遇到一个灵魂伴侣，这个人呢是真正能读懂你的人，无论这个人是跟你以同样的性别，还是说不一样的性别，还是说这个人能够去真正的了解你，听你的心声，或者是你需要遇到一个人来帮助你的话，那么这个人其实离你也非常的近。不要忽略你身边的人，不要忽略离你很近的人，与其去向一个很远的地方寻找的话，不如收住自己的心，平静和宁静的等待这个人啊，我觉得是他会给你传递讯息。我当前看到这个 awakening 啊，就是不是坐着这个小船去远行，而是安静下来，去等这个小船向你开过来，或者是这个小船向你划过来。对，这个小船向你划过来。我觉得你生命当中有一个 offer， 有一个很好的契机，有一个很好的机会，有一个非常棒的表达，其实就是在等待着你去接啊，不是去寻找，而是等你去接。你只要接住它，你就会打开这个命运的轮子哦。好，我们的最后一个，我们来看的是有关于来自宇宙的神谕啊。这张牌呢是宝剑八。OK， 宝剑八，这个宝剑八呢是说，当前有一部分的朋友啊，你的思想被上了锁。OK， 你的思想被上了锁。那么当前的你呢，其实有这样子的一个灵性的大公鸡啊，其实是在你的手中。当然不是说你真的有一个灵性的公鸡抓在你手里啊，而是说当前其实在你的思想当中，它是有一个所谓的指导灵在跟你连接，在帮助你去整理思路，在帮助你去看清楚局面，在帮助你去真正的觉醒，看清楚你的状态，去真正的成为这个爱和同情的一个高贵的人。我觉得有些朋友啊，这边我听到了吧，就是有几个信息可能可以给大家参考。第一个呢，我觉得是爱错了方向。也许你觉得的爱并不是你的爱，而真正属于你的爱，它就在你眼前，你却没有看到。OK， 这是第一个能量我看到的。第二个能量呢，我看到的是你自己的心里其实已经有了对当前你的困惑，你当前问题的答案，只是我觉得你的心仿佛上了锁，你不愿意去接受，你不愿意去打开，你不愿意去让自己真正的看到。因为如果你接受这个方案的话，代表着你从前过去的执着，代表着你过去的选择可能都是错的。有的时候我们最不能过的这个关卡，其实是我们自己啊，是我们自己。有的时候呢，当我们去付出，当我们去努力，当我们已经为这个东西走了很久，我们就会执着，我们就不忍放开，我们就会害怕这个所谓的改变。因为如果这个东西真的发现的话，或者是这个东西真的变化的话，它即将代表的是我们过去可能错了，它即将代表的是可能我们选错了，它即将代表的可能是我们过去做错了。那么这个错误是我们不能接受的，对吧？我们不能接受自己是错的，别人是错的，我们永远是对的。可是呢，往往这样子的执着反而是阻碍了你去迎接幸福，抓住幸福，或者是看见这个幸福所以我当前看到这张牌宝剑八，它讲的是你要为自己睁开眼睛，这个真相也许你不想面对这个所谓的这个就是
卡住了嘛，这个结可能也是你不能够去打开，但事实上你的心里其实早就有了答案。我觉得这个答案就在你心里抓着，你指导灵都在你手里了，对不对？就是你告诉你，哎呀，你就不要这样，你就把眼睛闭上，或者是你把眼睛睁开啊，这些东西都是假的嘛，你想出来的嘛，这个东西是思想上的东西嘛，对不对？也许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因素，但是我觉得第三副牌的朋友，当前其实最能够帮助到自己的人我觉得是从自己出发，看清楚看明白，你就会立刻马上看到你的机会，你就会立刻马上找到你心中的爱还有彼岸。好了，那今天的最后一张牌呢，这个是宇宙当下给你的建议。那么今天第三组牌的朋友，我为你们抽到的呢是海星。 OK， 是海星。这张牌讲的是直觉是直觉。宇宙说，请你倾听你灵魂的真相，请你少思考多感受。第三副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会不会有的时候是属于那种比较讲究事实，你的过去经历，你的教育，你的环境它不断的在告诉你，或者是向你强调的是一定要听事实，一定要看数据，一定要看得见抓得着的东西才是真实的。但事实上第三组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的爱和直觉能力反而是很强的，犹如一个被封印的一个美丽的公主，是一个沉睡的状态。而这个沉睡的公主呢，不断的被别人灌输的是一个思想，是让你们去看事实，看眼前，去分析。明明你是一个比方说直觉的公主，或者是直觉的天使，又或者是一个美人鱼，你们其实很多时候真正的交流是靠你们的直觉，去靠你们的感应，而不是真的去说呀，去争辩或者是看事实。那么这样子呢，就犹如你在用你的短板去跟别人的长项做对比。这样子的你呢，不仅会觉得就是不舒服嘛，就像你没有这个强项，你没有这个优势，同时呢，相当于你在用你不熟悉的语言跟方式在跟别人做能量的兑换以及交换，对于你来讲其实是非常不公平的。所以与其呢你去遵守别人的规则，去听从别人给你的一个约束，不如你去把这些所谓的条件，把这些所谓的数据，把这些别人告诉你的要分析看事实的东西呢，暂时放一放，让自己的这个沉睡的公主，我觉得是醒来，让她去帮助你去接收这个能量，让这个沉睡的公主呢去帮助你倾听，OK， 谁才是真正的爱你，谁才是真正的为你好，谁才是你应该珍惜的那一位。所以我觉得这个海星出现在这个地方，说明很多朋友其实你们当前的这个决定，当前的这一个选择，或者是当前你心中所要去解开的，当前你需要去做的这一个抓住，就是珍惜和抓住，其实是你的心告诉了你答案你的心其实是会告诉你这个答案的，而你的内心，你的灵魂告诉你的真相才是真正的真相，才是真正的真相。所以宇宙当下给你的建议是少让自己就是理性的分析跟思考，有些理性的思考反而会耽误你，反而会让你错判，而恰恰相反，你用你的心去感受，用你的 feelings， 就是你的感觉去感应，你将看到真正的事实。因为很多事实都是心所决定的，就同样是一件事情，比方说我们来讲一个例子给大家感觉一下，两个人都想向你示好，两个人都想向你走来，这两个人呢，有一个人他可能会做很多的事情，就是他知道你喜欢的东西，投你所好，给你这个东西，那你分析了以后，你觉得这个人还不错，对吧？另外一个人呢，他可能觉得虽然那些东西是大众眼中的光鲜亮丽，是大众眼中的完美，但事实上他觉得针对你这个人，他觉得你更需要的是另外一个东西。
所以呢，他就把他的真心放在里面，真正的为你寻找这个看起来不显眼，但是却是真心100倍的一个东西给你。那么这个时候你要怎么选？你要怎么选？理性会告诉你 A 更好，或者是之前的会更好，可是你的心，你的灵魂会告诉你2更好，或者是之后的那个更好。所以同样都是一个选择，在不同的一个角度看的话，可能这个好坏或者是针对你的一个选择就会变化。而人生很多时候就是选择选出来的。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要面对很多很多的选择，怎么选？选择的标准是什么？我们最后呢就会成为我们的选择。所以第3组牌的朋友，我觉得也许从当下宇宙的角度来看，你的命运之轮为你转动的时候，你会迎接这样子的1个或者是2个很重要的人，真正的走入你的生命，真正的和你连接起来。而你打开这个命运的轮子，而你真正走入自己理想生活的契机和方式，是自己的觉醒，是自己做出的一个抉择。所以呢，当前呢，就祝福第3组牌的朋友，祝你们能够听从自己的心声，做出自己不后悔，做出自己心里真正希望你做的那个选择，让自己快乐，让自己成为一个有爱的人，并且是一个能够把爱传递出去的一个你看这个高贵典雅的精灵。好了，那这里呢就是第3组牌的朋友，今天呢为大家所连结命运之轮为你转动时的标志性的事件。所以第3组牌的朋友，你的家人、你的爱人、你的朋友将会是你的大大的助缘哦。那我们今天呢就先讲到这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